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永恩上单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左边是他巅峰赛的一个最近战绩，然后右边是他的班位。搬了辛德拉，但看队友应该是搬了瑞文。但放出来安倍萨。安倍萨这英雄前期打永恩，看吧，其实这安倍萨打永恩还是蛮好打的，就是5级前的朗姆就还好，两边五五开吧。然后这边的话，5级前你可以尝试多跟朗姆换点血，让他5级那一波可以尝试，就是让他的有大招以后没那么大优势。这里的话，直接拿下单杀，我天！朗姆的话只有5级之后厉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大招是有破甲，100%比破甲。而且5级以后呢，他的技能好像是有吸血，是吧？好像是，我记得。没 E 没 W 的，所以这就是进攻机会。但是对面打野来了，对面打野没有5级，安倍萨强行上送双杀，牛批，帅的。那这局优势已经很变态了呀，1打2双杀，挺极限的这波。可以看到，现在上分比之前是难很多，已经快1个月了吧？是快1个月了。然后整体下来，如果上之前那个版本个个都是就是绝活哥们，个个都是已经传说局了4、5千分的。现在的话，很多都是卡在那个3000多到4000分这个阶段。虽然说对面已经5级了，但这边的话是装备碾压了，对方的话打不了，而且还是7级打5级，更打不了了。这里上来先消耗，再接一个 Q， 大招直接进场秒掉。这一局第一章对吧？这一局的第一章上野决裂，然后下路估计也要跟打野决裂了但是对面的镜和中单。第3章是什么？第3章是中单与对面中单和那个射手的崛起是吧？笑死！剧本已经写好了，但对面没有这种，就是那种长时间强控的话，除非莫甘娜的 Q 直接命中。但他的大招是没办法去很好的控住永恩的，那个时间点永恩完全可以一技能拉回去了，除非对，就是那个 Q 命中以后呢，然后对面那个谁对面那个近的 W 接控制控到死才行，就顺便被激活，不然的话这局对面是很难。说实话，你这个技能不可能一直留给永恩的，总会有那么间隙，或者说技能已经交了真空期是吧？不对有卡密尔，
大招拉一下，这里踢死了这个。这里想越的话就越不了了，血量都不是很健康。维克托也过来了，还好没越，越的话两个人都得交代在这。等 E 技能吗？还是选择回家稳一手，把银血做出来，把压制力发挥到最大。像永恩处理对面维克托这种英雄，其实分分钟的事。只要维克托，我估计维克托第一件装备做出来以后，直接就做金身了。看他做不做金身吧，看他，你们就看他什么时候做金身吧。我感觉他很快，会很快，或者说他被永恩切了一次以后，他必做金身，你知道吧？这里的话有银血，永恩完全可以自己单挑小龙的。哎呦，对方还想抢，没机会了。这样的话，可以把那个维克托的中塔给拆了。这样的话，入侵对方野区的话会好一些。那队友在那送啊，永恩这边优势很大，就看这个 E 技能能不能起到效果。Q 空了，必须得走，再扛一下打，扛不动。哇，卢锡安不会送吧？这里的话，哎呀，还想吃一波兵线，有点贪这个射手。就这个时候，必须得立刻回家，然后去中路啊，不然自己中路又守不住了。这时候打野就没办法，必须得去清，不然的话，他打完蓝的话，直接吃蛤蟆就刷下半野区了。你看这个卢锡安又想跟着来中路，维克多在中路，可以喊上大家一起抓他的，找这机会的话可以。这里大招进场，找到谁啊？啊，维克多，再把镜给收掉，直接互换了。哎呦，超远程可以，1打2双杀，还是2个最肥的。还需要打野来帮忙？不需要了，这把我能吸。像刚刚那个 E 技能其实是杀不掉那个射手的，好像射手给了个 W 控制，延长了 E 技能的时间，所以把他给杀了。反倒是塔最后一下没有 A 出来，A 出来了没伤害的。你可以看到这边队友的话是不跟这边优势的去打的，但反倒是打赢了。可以打过了，其实还好。这里可以过来 E 技能起手，直接大招秒后面那个，再秒掉这个莫甘娜。这个发育的话，在这个分段是吧，又是高手。其实对面没有太多的发育能力，会被限制的很厉害。这里来单带上路，因为队友的话可以去碰龙，你这边引过来2到3个人，队友就可以很无脑的把龙给拿下。
对面打野在这边。这里没有大招啊，不要去惹。完了，还好有萨拉芬妮的 W， 很厚的盾呢、哎呦，有金身。这个血量已经进不了团了，后续的话交给队友就可以了。莫甘娜金身做的好早啊！那这局，没想到莫甘娜的金身是先做出来了，维克多还没做金身吗？其实对面是会玩的，你可以看到永恩一进场，大家都是想集火先秒掉这个永恩。其实这永恩这个点一掉的话，这边团是必输的。这个的话有大招一套打出来，再一个 Q 一技能拉回来，直接死。永恩在这个版本还是太有话语权了，就 AD 英雄这个版本确实强。维克托金身还没有做出来的，这个萨勒芬妮的大招真的挺好的，应该是大闪是吧？还是闪大？刚刚看不到他那个位置，安贝萨直接这里的话得活不了了。1000块钱给安贝萨给拿到了，刚刚直接在塔里面飞了一下，但这边的话应该可以。哇，大龙被抢了，我去，太抽象。可以看到小龙这边的时候是吧？龙被永恩直接一套技能带走，在那边哇3个人围着他，然后龙被他直接抢个大龙，太离谱了。这里对面残血过来直接秒。回头一技能赶紧拉回去，再吃点伤害，真的没了，太多控制了。像给完禁锢的话，你还是老老实实的，那个叫啥？还是老老实实的离远一点，别太靠近他。这一个 Q， 直接预判位置。这萨勒芬妮绝对是高手啊！你可以看到他直接就不跟那3个大傻子了，跟着永恩打是对的。有人支援永恩，其实永恩完全可以做到，就是2打3、2打4。2打5的话，对面没大招还好，有大招2打5估计还是够呛。这队友真的就是烂泥扶不上墙的，单带各种被抓。其实队友完全就可以抱团，4人抱团稳赢的。这局队友一直在送啊，没那么好赢，一技能再拉回来。你看回来以后，萨勒芬妮永远是给着那个有被动的 W 大招，永远给这个永恩。但青钢影这样子做进场，其实队友的伤害是跟不过来的。回去赶紧把这个15给做出来。这里有龙魂，大龙那个火龙龙魂啊，
哦，又死了 ，very good， 被打烂了的那个安倍萨，还能单杀，我的天！你就说嘛，这队友，还有个点就是这个英雄的强度有多垃圾，就难以想象。我跟你说，现在 AP 英雄真的就是，你就好人就是高手玩就算了，他妈还一堆烂人玩他。这里一技能先去骗伤害，这时候的永恩是真的是靠一技能先去骗伤害，一个 Q 打出来，大招先秒掉这个那个什么莫甘娜，后续追不上，对方交闪了。安倍萨的话直接给个那个屏障，队友又死了。队友死了的话，这条龙就碰不了了呀，只能去推他们啊。但永恩的话好像可以打龙，永恩好像还真可以。这里的话必须得让那个谁，他带着扫描给不了眼。这里的话看到对面把技能交了，那肯定就赶不过来了。嘿，这里的话还差点钱做复活甲。这局说实话，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压力的。队友的话太容易掉点了，那团战中打着队友就死了。还再吃一个河道血。回去把复活甲做出来，最后一波团。双龙会有龙魂的，瑞兹有伤害了，被反杀吗？不会吧，不至于，还好。这里流浪有大招，随时可以带下路去支援中路。这里有大招，随时一技能，大招给出去就想贴过来，打你一套。如果 Q 中的话，就直接秒掉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有复活甲，所以有容错的，这爆发伤害很高。一个 WQ 就瞬间没血了。维克托的闪是应该是好了，两边的闪是同步的。这里的永恩尽量是用一技能做进场，无论没有二段 Q 或者什么的，都是拿一技能做进场。闪现下出来了，维克托没闪了。不过他交闪是对的，最怕的就是永恩直接交大招，那这波直接就结束了。这里一波有点困难，看看能不能推完这个。这里必须得走了。哎呦，还好买回来了，没掉复活甲。这复活甲不能掉啊，掉了这个复活甲的远古龙那波团不好打。因为前面掉就是早掉和晚掉都无所谓，就怕是关键时刻掉复活甲，那是最难受的。哎，直接碰龙。永恩的那个攻击频率是够的，哎，大招一个二段 Q 啊，吹起来2个，但维克多死亡金身，游戏结束。啊，后面怎么有个安倍萨？但有复活甲，完全不虚。对方选择了投降。那第一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的话还有2局，欢迎大家接着往下去看。